我实现了一切，我实现了一切，真的就是看这个阅兵特别的自豪。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拿这些有这些武器，不是为了他妈的干别人，或者是吓唬别人，对吧？我们就是我们是为了国家统一，对吧？那时候我在直播间说，我说他妈的，到时候我们祖国要统一的时候，你看我能努力去。这时候我说啊，是枪声大响那一天，我他妈赤手军武去了。我公司账上没有这个钱，他妈的打的那天，老子这样就上去了。争取最起码就他妈1个亿，就他妈祖国统一，这一定，我们这代人一定能看到，我始终坚信。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成功的创业者，家长心目中的明灯，风流倜傥、口才彪悍的著名高考志愿和考研专家张雪峰的爱国宣誓视频。你看啊，这个视频从他进门的时候就开始拍了，然后再到唱国歌的时候要齐唱，一直到最后讲到这个要枪响立马捐出5000万，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毫无死角地展示了张雪峰的爱国之心啊。这毫无疑问，首先呢，它应该是一个设计好的摆拍哈，而且还是精心安排的第三方视角，看起来就好像是员工在底下随手录制的，真是用心良苦。看来啊，张雪峰应该是铁心，接下来要吃爱国饭了。打着爱国标签的吴京，其实刚刚遭出了一轮舆论的风暴。话说回来，张雪峰难道不知道战争的残酷吗？难道不知道战争意味着多少生命的失去吗？他捐不捐5000万我不知道哈，但如果真这么支持这么热血，他会让自己的孩子直接上战场吗？如果张雪峰在发生战争的时候能够做出让他的孩子第一时间报名上战场，那我觉得确实是厉害啊。但你不能说你一边说支持打仗，另一方面却让别人家的孩子上战场，对不对？哪怕你捐出你身家的什么5000万呐，是你的身家的1/10甚至1半，这都不能说明问题。你看，在电影《无问东西》里面，王力宏他就塑造了一个空军飞行员的形象，叫沈光耀。这个沈光耀的原型叫做沈从惠。现实中的沈从惠和电影中的沈光耀一样，是名校背景、富家出身，最后呢，在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这才是真正的以实际行动爱国呀！我看了张雪峰这条视频下面的评论哈，点赞最高的一条是说这是喊投名状还是他真这么二哈？其实张雪峰的认知能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他不能说是二，他能从几十万的考研辅导老师中脱颖而出，成为遥遥领先的 No.1， 而且第2名都看不见他的尾灯，这绝对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社会规则的深刻理解。而且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节目嘛，聊张雪峰的。当时呢，就有一些网友留言说，张雪峰啊，其实他的这个工作是配享太妙的，因为确实帮很多家庭帮助他们的孩子去选择这个大学或者选择专业，选择就是适合他们家经济条件情况的，尤其是说帮助一些什么3、4线的城市，或者说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一些家庭，他们的孩子能够毕业了，比较容易的在北上广深这样的1线城市找到不错的工作，立足脚跟，在这个城市扎根下去。所以很多人说张雪峰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只是说他平时的言论呢是比较喜欢耍嘴炮，或者说有点油腻吧，那种这样的一个中年男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我觉得张雪峰这一次就是确实还是有点让人大跌眼镜的，就觉得跟他平时立的那种比较好像觉得自己认知比较高，为大众着想的这么个人设是相违背的。所以你看，就是人真的是不能随便立人设。就是张雪峰他能够准确判断不同学校和专业在未来就业和发展的一个真实的机会，这背后全都是对社会规则的洞察。别小瞧他这份工作，看似是报志愿，实际上信息价值极高。举几个典型例子哈，比如这个金融听着高大上，张雪峰就说如果没有背景，千万别去学，因为根本就进不了这个门槛啊，有学历也是没有用的。再比如一些冷门专业，张雪峰就会告诉你，它背后其实是旱涝保收的稳定和高收入。这些信息和认知都不是因为什么张雪峰家里有人脉，而是靠张雪峰自己不断的琢磨、思考和积累出来的。你能说这样的人认知低吗？能说他真是二吗？他不仅悟性极高，还特别勤奋，心细如发，才能达到今天的成就和收入。所以如果他不是二，那就只能说明他是在纳投名状呗。
故意而为之，故意说的这番话，没准就是有意安排，然后让人像你说的找人摆拍，然后再把它散布出来。就正好我们上一期节目讲张雪峰嘛，就是聊到他当时是在直播间洒泪，说这是他最后一次直播了，他动了一些人事的蛋糕，可能人家要把他禁了，不让他再出来了，没准他这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投名状，然后以此再想重新回到这个舞台上。当然这只是我们自己的推测。就说张雪峰呢，我之前我们做那期节目就讲嘛，他就是动了别人蛋糕啊，所以高考季那段他还停播过一段时间避风头。很显然，他现在也许是再次感受到了不安全感，于是呢就借着这个机会，迫切想给自己披上一层爱国的外衣，就像吴京一样。换句话说呀，张雪峰的悟性和认知，他这次我认为他不仅不是认知低，反而是这个认知再次体现出来认知之高。你看他在这个时间点就穿上黄马褂，希望能借此让自己的事业呢能够延续下去就不被盯上。甚至呢，在未来如果遇到他的口碑危机或者是什么危机的时候，他可以随便雇点水军说你看当年张雪峰的视频多么的爱国，这样的人不能喷要保护起来。但我觉得张雪峰这一次就低估了社会大众对于他这番言论的反应。他可能觉得他发布的是在微博上，然后使用者呢90%以上可能都是中国大陆的网友。那大家听到他这一番爱国的言论，肯定都是一边倒的跳着脚支持说你爱国呀，是吧？可是呢，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其实我们上一期节目也刚刚聊过，吴京就是翻车了嘛。现在年轻人都不买账了。在张雪峰的这个视频下面我翻了一下，也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呢说，其实对岸呢也是同胞。那两岸的话，血浓于水，这么多家庭，它其实都是有亲人朋友甚至说这个两岸的婚姻都非常的多。他这个言论，他肯定是不止发在微博，微博应该是中国的大陆这个互联网平台认知最高的一个平台了，还包括知乎他肯定会同时发布在快手抖音等等来扩大这个他的爱国标签的影响力。所以我认为这个张雪峰他就是因为他认知极高，他现在是在未雨绸缪，狡兔三窟，他肯定在很多平台获得的支持者还是挺多的。所以当然张雪峰这么做我觉得呢也算是无可厚非吧，从他的角度。因为在当下很多企业家就觉得嘛，自己稍稍做大了一些就没有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觉得自己多一道护身符，多一层保护好像是不是也不是坏事反正他赚的都是国内的流量，国内的钱嘛，而且他这么说也挑不出毛病那在评论区呢就有人写说老张那边也是同胞，没必要吧。但有人就回复出来，你看，而且他这个回复下，大部分人都说是认祖归宗的才是同胞，别自作多情了那些人都是什么的后代，谁跟你同胞了？从这条评论里就能看出这个分裂的态度。就大陆呢，一方面很多人，就包括我在内，就觉得台湾它就是同胞，就是华人就是中国人即便很多台湾人现在自称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但大家至少都是华人吧，是吧？在80多年前，基因那就完全相同，这是否定不了的。只是过去的几十年，观念和文化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好在现在大陆随着改革开放和互联网的发展，很多人的思想在和国际接轨。虽然现在大陆和台湾仍旧有不小的差异，但这个差距应该是在缩小的。很多人是有机会世界了，所以那条评论和评论下面的评论就展现了现实中的割裂，就是既有反战的一方，也有支持武统的一方。再来看看另一条点赞很高的评论就说看评论，你看反贼不少这句话它背后就说明这个反战已经被很多人划归为反贼阵营了。而且这个评论下面还有破防2个字你看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俩字现在被用的特别多。就吃爱国饭的人最喜欢动不动就说谁谁谁破防了境外势力破防了，大侄子破防了，日本破防了，美国破防了，欧洲破防了。就只要你看动辄说破防的人，你就能立刻看出他的这个立场和逻辑。有一条评论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也挺正常。他写道，就是像阅兵这样应该这么看就喝着咖啡吃着冰棍边看边聊，当看到惊叹的场面时候可以自豪地喊出来，也可以顺便吐槽一下这个央视的文案，或者让军迷的朋友科普一下武器的用途和性能，这才是正常的心态。全世界的任何国家其实看阅兵都应该是这种方式一边感受国防力量的强大就感觉非常骄傲自豪，一方面可以轻松的来进行讨论。那作为华人当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科技、制造业和军事进步，确实应该感到自豪，这毫无疑问就代表了华人的能力和智慧嘛。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鼓吹好战
就我的观点始终就是反战的。我认为在21世纪的地球文明中，不应该再有任何的战争，所有的矛盾都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大不了就是经济制裁，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该动用战争手段，因为战争的背后永远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在战场上流血啊。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去享受21世纪科技文明带来的美好生活呀！人生短短几十年，最多100多年，就是为了体验这种人生的美好嘛。那些鼓吹战争的人，如果你要是有胆量，那就自己上前线，或者让你自己的孩子上前线，而不是说你只捐点钱，自己缩在口号后面喊口号，或者只是捐点钱。对这种行为啊，我真是挺鄙视的。所以呢，我一方面我可以说我理解张雪峰，他可能是出于各方面的想法和自保，但完全呢，你可以不用鼓吹战争的方式来表现爱国呀。我觉得他有点用力过猛了，反而呢让人觉得非常的别扭哈。我之前呢对张雪峰啊，我觉得他能够帮助很多这个家长能够戳破这个社会规则的真相，我也是挺欣赏他的一些言论的。那张雪峰呢，一直是以敢讲真话作为标签，过去他也确实帮助了无数的学生和家长啊，在这个社会中被忽视的真相，他给予了一些揭示，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说改变真的不夸张，但现在这样一个以前被认为是敢讲真话的人用这种感觉就是好像类似于爱国摆拍这种方式来宣示他的一些想法，真是有点让人跌破眼镜了。随着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这才是最令人担心的地方。大家有什么想法和意见，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感谢收看，下期再见。下期再见。